川儿，你搬米做什么？那是家里最后一点米。放回去。哥，你又要做酸酒？哟，傻川又折腾上酸酒了。上回一坛酒酸的连狗都躲，这回还拿米糟蹋，许家是真不过了。川儿，别闹了，家里真没米了。原主那也叫酿酒，坛不净，去发潮，米半熟，封坛还贴着封口，酸了不怪天，怪谁？米不净，酒先败一半。我是专业酿酒的，今天就让你们看看，什么才叫酒。哥，真能成？闭嘴，看活。看见没？傻川还会使唤人了。米要透，不能烂，烂了闷，半熟不起。原主连这一步都没稳住。下个曲儿还装模作样。热了伤躯，冷不起，温不对，米再好也废。哟，还挑上了。潮去不用。你凭什么说不能用？闻。去不在多，在匀，一处重一处轻，最后一处甜一处酸。原主败就败在粗。哥，为什么要留个小坑？甜汁会先从这里出来。明早闻味儿，闻出酸味怎么办？我酿的酒不会酸，我可是专业酿酒师。要是闻出甜香，你们以后谁再说许家酒酸，先问问自己配不配。哥，酸不酸？酸味轻了，有米香，还有点甜。甜的，娘，是甜的。拿过来，我闻闻。就它那味儿没盖住它。哥，成了。还不能这么说，闻期过了，得开坛看米。不是熟酒，可也不是酸酒。哥，为啥就坛就酸，这个就甜？洗过晒过的坛，曲少放慢起，昨晚没吹风，就这3样。我不能急。对，急的人最容易漏。原来不是酒不听话，是人没伺候对。这一坛只能证明许家的酒不是只能酸。你还要做？再做一小批，拿去镇上客栈门口探探，先找路过的人尝，第一口不收钱，第2口才问价。镇上人眼毒，看咱家衣裳补丁，价先压3分。那就不能端一坛去求人，先小，若没人要，损得起；若有人问，才有下一步。哥，要是别人都喝完了，咱家还能尝吗？下一小批米得先从这袋里挤出来，先找谁尝也得想清楚，找错了，一口甜能换米，也能招麻烦。米从哪儿来？王家半斗还欠着，陈婶那边不能总张口。我少吃一口。我也少吃。哟，村里酸酒也敢摆到这儿？白送我都要想想。上回喝了半碗村酒，胃里酸了半日。我家的不酸。不争。清甜不酸，先尝一口，不合口不买。咋样？酸的说不出话了？诶，这真是米酒，怎么不酸？不刺激，甜也不腻，嘴里还有米香。小碗多少钱？先小口，不整坛。有人想喝第2口才算有路。今日探位，小碗按粗酒价多1文，若不值，诸位下回盘来。上车了！
去听听哪村的。这酒哪来的？掌柜让我问问还有多少。刘掌柜，我不是坏你生意，入口的东西总要谨慎些。镇上粗酒、辣些、浑些都有来路。这农家甜米酒，甜的轻飘，酸味又压得没影，谁敢说里头没旁的东西？镇上没喝过这味儿。嘴上争不清就不争嘴，当场比。劳烦取2只白碗，再取1碗镇上常喝的粗酒，闻一闻，看一看，尝一尝。去取碗。许家这碗是米香，没酸味，粗酒味重。若你明日要1、2碗给客人试，你送不送得来？能送多少？要回去看米。明日40钱送1小坛来，味若同今日，我按说定价收；味若差，后日不用来了。哥，客栈真收咱家的酒了？只是一日，明日未差，今日说过的话全白。去陶溪村问问，问许家近来买过什么区，用了什么坛，谁家借过米，再问问这酒是谁教他们做的，1小坛酒值几个钱？我要知道的是，他凭什么能让酒不酸？哥，客栈真收咱家的酒了，明日只送1小罐，米够。别说了，路上别乱看，钱也别摸，回村再说。哥，咱真被人盯上了。从刘掌柜点头那一刻起，就不是咱一家人在看这坛酒了。路上出事了，有人动过曲阳。这还没卖出去，就有人下手。米我来蒸。爹，米蒸透，别烂成糊。娘，坛子全拿出来，热水烫，坛口用干净布擦。杏儿，拿炭笔找草绳，再剪2块布，红布封的是1号，麻绳2节是2号，坛身点炭点的是3号。哪坛先入，谁碰过，都记下。我记得住。我邻村过路，听说许家甜米酒好，家里老娘胃口差，买1碗成不？今日不卖散酒，明日要交客栈。那你这酒曲卖不卖？曲从哪家买的？新曲还是老曲？谁教你家做的？你家曲是哪里来的？爹，手停下。有人往我家曲里掺了坏粉。小子，说话要凭证，你家自己曲坏了，怎赖旁人？好曲干爽，有良香。这错潮灰酸，搓开有土腥。他若原就在我家曲里，不会只服这一脚。从镇上回来，包袱节被人动过。刚才有人借问酒区，靠近过这张案子。方才不就他一直问曲吗？乡下地方问个酒都问出货来。罢了，不买了。我家这酒靠的是祖上传下来的曲性，曲一坏，酒必酸。今日幸亏发现的早。祖传曲，难怪忽然能酿成。真是祖传曲。外人问就说曲，咱自己记住：坛不净，米不透，手不净，冷热乱，先后混，一样坏酒。刘掌柜让我问一句，明日40钱酒能不能到？40钱一定送到。掌柜的话，40钱到，味儿跟今日一样才算数。哥，这坛怎么闻着不像早上的甜？哥，还能送吗？红布1号不能卖，封死，留着茶印。那就剩2坛。2坛若稳，就交2坛。谁说1坛坏了，3坛就都坏了。先2剂，麻绳2号，甜，酸气未起；炭点3号，干净，未起酸。记下了。从今往后，哪坛先入，谁碰过，何时封，全部记清。酒坏不可怕，怕的是坏在哪里都不知道。陈掌柜说，乡下的酒得有懂行的人看着。谁叫你来的？哟，院里这酸气儿可不轻，昨日吹的香，今日就露馅了。坏酒若进了客人口，谁担这个责？那就开坛啊，好酒怕开。
你要验可以，当着你面验。哼，痛快！先开那坛红布的。雪河，把红布1号搬出来。哥，搬。还没开就写问题坛，各位听见没有？许家自己都心虚。是，红布1号坏了。听见没有？他自己认了，就这也敢攻客栈？这坛坏了，我认，但不是3坛都坏。红布1号最先锋，灶后半部封布边有石印。麻绳2号后封靠墙挡风，探点3刻来处，风口时辰谁进入坛都在这里。写几笔就能当真？乡下孩子乱记2行，也敢糊弄客栈？谁要我把坏酒混进好酒里，我第一个不答应。酒是吃进人肚子的东西，坏一坛不卖1滴，好一坛照价交付。这口我先尝，若有半点不对，不用你们说，我自己倒掉。甜味稳，酸气没有。我也尝。许家的酒，许家人先认。这坛比我昨夜担心的稳。这2坛我带走。外坛留着，别倒，查清楚。不好了，镇上客栈门口闹起来了，有人抬着病人堵在门口，说喝了许家酒，人坏了。咱酒才刚送走，他们还在路上，谁喝了？所以他们不是等人喝坏，他们是等许家酒这3个字先臭在镇上。你们许家的酒喝死人了，我家人要是没了，我也不活了。早说寒门小户酿酒不干净，老子号哪会出这种事儿啊！于小哥，今日这事儿，你得给我客栈一个说法。说法有，先看坛，看酒，看封签，看这酒从哪儿来。像，像不等于就是。写着许家2个字儿，他说不像就不像，谁信啊？刘掌柜，今日许家送来的是哪2坛？麻绳2号，探点3号，我亲手接的，未过5入库，还没开卖。客栈收获可有记？今日收许家市贡2坛，麻绳2号，探点3号。地上这坛不在我客栈收获里。刘掌柜，劳你看，编号对不上啊，封签破了，来路不明，号对不上，谁在布条上写许家2字都没用。你脚都伸坛底了，还装？我瞧见了，这人方才一直喊许家酒害人，也是他往坛边挤。人难受是真的，谁害他，得找准。你今日把账算到许家，真正卖酒的人，明日还会卖给别人。酒不是在客栈买的，桥边巷口有个戴斗笠的，挑着2个坛，说许家甜酒便宜，还说若喝出事，就到刘家客栈找许家赔。原来是叫人叫的。今日许家正规送来的2坛，编号清楚，封签完好。往后我刘家客栈只认许家封签和收货清单，谁再拿来路不明的坛子堵门，先说清酒从哪儿来。这不是镇上常用坛，我在县城帮掌柜验过大货，这印子县城来的走货坛上有。县城？徐小哥，你这回怕不是只惹了镇上1家？能伸手到粮坛车脚的，不是镇上小酒铺。许家才卖几坛酒，就敢说县城大商害他？穷村小户刚有点甜头，就不知天高地厚。季主任，不成。他们嘴怎么这么快？有人替他们递话。周管事，许家今日不是来喊冤，是来留底。人证物证你倒备得齐，可卖酒的斗笠人没抓着，坛底印子能说明走过县城货路，
不能说明是哪一家使坏。那今日的底能不能留？留可以，要我派人去县城拿人。劳烦管事写明，今日刘家客栈只收麻绳2号、探点3号2坛许家酒，其余旧坛旧钱来路不清的许家酒，许家一概不认。这话能写？前头人多，我不好多说。县城来的大商，手能伸到粮、坛车脚上。你今日若当街咬死他们，他们未必疼。你家先没米下锅，那就由着他们害人。你想打谁？打老酒铺掌柜，打挑担的，还是打县城没露面的人？别硬碰，让他们急，急了脚印才深。旧封签能仿，旧坛也能仿。下一批许家酒换新封条、新坛型，每坛另有记号，没新记号的不是许家酒。哥，咱真有新坛？没有，所以才要让他们先信。许家田酿有门道，方子卖给老字号，拿一笔安稳钱，往后少惹祸。先给这些，方子写明取料、火候、封坛法子，一样别漏。一阵之后呢？就看许家懂不懂事儿了。方子不卖也行，就是往后这镇上坛儿啊、米啊、脚夫啊，许家自己看着办。劳烦带回去，许家的酒不卖方子。杏儿管账册，爹，明日去河西桃户问能不能试烧带许家小印的坛。娘，粮米去料封口泥都归你管，不熟的人一步不许进灶房。你夜里盯老酒铺和桥边巷口，只记人、时辰、挑担样子，不许冲，不许喊，不许露头。听见他们害咱，听完回来。桥边那回没成，是你们手脚不干净。谁知道那许家小子还懂看封签，方子也没逼出来。嘴硬不要紧，米坏了他还能酿什么？没米混进去，谁说的清是他自己不会酿？客栈怕出事，单子自然断。糯米已经送到村里了。谁？猫。这袋被人动过。哥，我昨夜听见了，他们说那袋糯米已经送到咱们村了。已经到了。这可是前日才买回来的米。明日客栈等酒，杀什么脚？用了它，万一……先别吵，摊开看。坏米多在上头，靠着割横；若是陈米自然坏，潮气该从底下种。有人从口子里撒进去，不是想换咱一袋米，是想让咱赶着下锅，自己砸招牌。哥，账上有。前日申时，桥边粮贩赵二手经他手20斤糯米34文，送到村口的是他侄子爹结的米，我记了时辰。这账没白写。赵二手，前日你经手的糯米被人割袋撒了霉米，说清楚。徐有田，你别张口就赖人，米出了我的摊儿，就是你家的事儿。许家小哥，酿酒用米都能坏，客栈那边担着风险呢。第一，袋口没拆，粗线断在侧下方，这道口子不是开袋取米，是有人从外头割开。第二，坏米在上层，靠近割痕，底下好米干净。若是我家放坏，没从底起。第三，我弟昨夜在老酒铺后巷听见有人说那袋糯米已经送到他们村了。赵二手，前日申时你经手的糯米为什么上层混了霉米？为什么袋子被割？为什么有人夜里能说出这袋米已经到了许家？那也许是路上蹭破的。路上蹭破，霉米会只在上层，还正好应了别人夜里说过的话。赵二手，今日把话说清，还是等管事处来问？我又没害人，我只是换袋儿，收了点跑腿钱，把那袋儿放到你们那批里。写凭据，
斤两价钱时辰手印，写清。他跑了，跑不掉，凭据在这里。你先回去，盯着客栈那边。客栈门口挂了牌子。什么牌子？说今日许家酒若不到，陈家老酒铺的酒顶上。那就不等今日了，天一亮，我们先到。少变少，干净最要紧。哥，3号、5号、8号最稳，4号风泥还潮，我没放进去。记住了。等一等，粥坏了，过不得。你们不看酒，也不抢坛，只要我们等。等到客栈换了牌子，是不是？抄小路去刘家客栈，告诉刘掌柜，许家酒在路上，封签坛号都在。拿着这个，让他们看坛号。你不是去让他们信，是去让他们多等一刻。摔了人，也不能摔了酒。掌柜的，快到时辰了。刘掌柜，我哥和我爹背着酒来了，路上被人堵了。空手抱薪也算到货，往后谁都能说一句在路上。我再等一刻，一刻不到便按牌子办。迟了一刻也是迟，是迟了一刻，可酒到了，封签没破，坛号也在。今日谁也不必替谁说好话，遮了签，让酒自己说话。敢不敢？我陈家老酒铺卖了这么多年酒，怕一碗盲肠？这碗冲，入口有劲儿；这碗淡些，道顺。入口刮，后头发涩。客栈卖酒不只卖第一口，还要客人喝完肯再叫第二碗。许家3号。一碗酒顺口，不等于一巡酒都供得上。今日只带几坛，昨日没米，今日迟到，明日若酸了断了，谁赔你客人的骂声？许川，这话你怎么答？少是因为只认稳酒，迟是因为有人不想我到，坏的不上桌，酸的不上桌，封签不对的不上桌。你这规矩是把自家后路也堵上了。卖入口的东西，先堵的就该是糊弄人的路。今日酒许家的留下，3日内后续酒补足，补不上我照样换人。3日，许家接。夜里砸的，带小印的那批全碎了大半，剩下的也裂了口，装不了酒。许川，我刚给你3日，现在坛子没了，你拿什么补？酒再香，装不进坛，也就是倒回缸里的命。刘掌柜，3日补货，许家仍接。怎么接？有号有封有验法的酒才进你刘家后厨，无号无封说不清来路的，许家一坛也不送。碎成什么样？满院都是。带我去。碎片没看过，谁说这局死了？许川，定钱退你。昨夜砸的是坛，下一回未必还是坛。我一家老小都在这院里。3日后要交货，你现在退钱。爹，别逼他，人家砸坛就是想让我们逼帮过许家的人去挡棍子，逼急了，许家没多一只坛，倒先少一个肯做活的人。差点忘了告诉许小哥，镇上大半现成酒坛，我陈家铺子今早已经买下，买卖场上谁出钱，货归谁。小户做生意，靠的是别人肯让你活。
陈掌柜舍得花钱是好事，镇上现成坛归你，我不抢。不抢，你拿什么装？陶溪村谁家有旧酒坛，口沿没崩，内壁洗得净的，送来修口。谁会烧普通小坛，丑些也成，只要不渗不臭也收。会编篮的编酒篮，工钱按件算，当日先结一部分。几文钱就把自己往坑里送。村边旧窑还能用，荒了半年，火陶没塌，连夜清出来，能补一批小坛。我编篮，先编10个。我挑坛，我腿快。老程说：“你不捎带印坛，许家不怪。若愿意帮着验陶土、看口函，按活给钱。看土修口我会，不要嫌钱，活成了再说。”陈家铺子放话了，明早镇口摆半价清酒，还让人传到客栈，说许家3日凑的破坛小坛，久违避乱。咱怎么办？跟他降价？不跟他拼清酒价。那拼什么？山里青梅快熟了，家里还有甜酒娘底子。他明早摆半价清酒，我们就让客栈先尝新货。清酒打清酒是他定的路，许家不走他的路。去找能爬山的，天亮前摘青梅，不要烂果，不要重眼，带盐，带竹筐。旧窑复烧小坛，修旧坛，编篮，挑送，按件结钱。每笔落到人名上，先结一部分。我编篮，先编10个，钱少点也成，但别拖。婶子，麻绳自带还是许家出？我家出，料钱另计。我挑坛，我腿快。我去清旧窑，我搬柴头火啊！慢点添柴，小坛经不起猛火。许川，哎，第一批快了，丑是丑，不慎就能用。不慎。能装酒，好看不是招牌，安静才是。摆出去难看。坛小就按小坛卖，坛丑风泥干净，酒不酸不浑，客人喝得明白。这些不用。膏要松，不能让酒酿米粒把粉压实。哥，怎么不多倒点？快切成团。水多了就是年糕。压实了，热气上不来，糕就闷。有酒酿甜味儿，还有米香。米香打底，酒酿出甜，这样就够了。哥，这个也能做引子？能，但只取清气，不取杂味。表面要干，带水入坛，味就容易乱。糖只提味，青梅只取清酸，不能压住米甜。哥，这东西真能卖？能不能卖，要等他自己开口。够吗？够不够？镇口见。走。半价清酒，今日镇口先入后摆。天哪！日落又开头了！徐小哥，昨夜赶出来的破坛子，也敢摆到镇口？不买也能尝。再来点儿，每人先1小杯，后头还有人。许家不敢比酒，只敢拿甜汤哄娘们孩子。
水有水没？后味扎嗓子。这个倒不冲。刘掌柜，陈家的青梅酒还在半价，老铺子做酒总比临时引子稳妥。客栈吃的是回头客，味道好不够，还得稳。3日内，若你能稳稳送一批来，田九娘青梅饮，刘家客栈可试卖。味道要稳，坛风要能验，酸败一坛坏的是客栈招牌。3日内，货到未稳，风可验。去，告诉镇上果贩，今日青梅家全要。树上、筐里、摊上，只要是青梅，先送老酒铺。往后谁卖给许家，便别怪陈家酒不认人情。镇上的青梅你能买，陶溪村山上的青梅你也都能买。从前烂在树下没人要，往后许家收，村里人摘一筐就多1筐钱。你要同他们抢也可以。山路远，果子脆，谁给现钱谁守得住价，村里人看得见。我娘家后坡就有2棵，年年掉一地。栓子，你不是跟着去山里摘青梅了吗？川哥，不好了，有山果贩子进村了，正压价收青梅，说许家在镇口喊得响，未必真收得起。好些人怕果子砸手里，已经在摘了，这是抢在咱前头堵路。爹，你和阿成把小谭送回去，风泥别破。许姓，记下刘掌柜的条件。许和，带路。 3日，我等你的第一批货。今日不卖，明日烂树下。许家在镇口喊得响，真有现钱收全村果。收，但不是烂得好的一个价，也不是谁先吼得响谁说了算。哟，开始挑了。1等个头匀，皮净，没虫眼，没磕破。2等小些也行，干净就成。过熟、磕伤、带虫眼，低价，烂出水的不收。今日先收一批1等干净果，现验现给，剩下的记名排批，谁家果子谁家名。行啊，1等青梅，我比许家多1文，现拿现走，不排不等不挑你家名。川哥，不是我们不信你，可现钱就在眼前。去借木盆，打1桶井水来。从现在起，许家多收1道洗净、挑虫、晾干、表水的青梅，你们多做1道手脚，我多给这1道的钱。说到底还是没现钱。我有多钱收多少干净，你有多少钱敢收多少烂果。这筐好果先验吧，都是上层挑出来的1等。这筐不对上果干，篮底却有酸汁味，草叶盖这么厚，是怕谁看？小姑娘懂什么？许家收不起，就说人家果不好。看清楚，这叫1等，底下全烂了。这要是进坛，不是害人吗？这筐若进了坛，坏的不是1筐果，是许家明日送去客栈的名声，也是陶溪村以后卖果的价。规矩现在说清，分级验果，记名排批，坏果退回，故意掺坏果的，往后许家不收。洗净、挑虫、晾干、表水后再送，每一批写明来自哪家，出了坏味，找到源头。陈家老酒收走几斗好青梅了，说是明日也卖青梅酒。老酒铺也做，陈家老招牌，半价清酒都敢卖，青梅酒也能压价吧？听见没有？陈家有酒窖，有老招牌，许家还在这里洗果晾果，人家的好青梅已经进铺了。果子抢得到，不代表酒做得稳。仓促下坛，坏味比慢一步更要命。把今日第一批干净果单独记，明日带甜酒香米糕，再带青梅饮。他们卖酒，我们卖入口就记得住的味道。陶溪来的青梅酒，老字号新酿，半价尝鲜。他们抢果还不够，还敢抢名头。来，名头抢得快，不等于入口稳。去客栈门口。能尝？小杯先尝，米糕也切了小块，不合口不收钱。酸的醒人，后头甜。呀，还要。哎，这个不烧嗓子，给我装1竹筒，路上喝。徐大郎，
昨儿还说青梅酒，今儿怎么改卖孩子吃的糕了？莫不是酒酿不出来？半价青梅酒就在那边，老字号的酒不喝，花钱喝这点水。半价是啊。嘿，你们这引子淡的跟掺水一样，米糕也发酸，还敢给人吃？说入口不干净，那就当众看，当众尝，当众问，当众对。这一锅用的是昨夜第一批净果，哪几户送的几筐，上等果还是小果我都记着，洗没洗，晾没晾，纸上也有。真写了名儿。我家果叶子多了些，许和当面翻筐，差点没收。要说他们收烂果，我第一个不信。我家果洗过，还嫌表水没晾干，让我摊了半个时辰。你说你买过哪一碗？谁递给你的？我一直站这儿，看你方才才挤进来，人多我记不清了。哪只杯？米糕谁切的？我妹切一块递一块，你从谁手上拿的？记不清还嚷得这么响。这块不像刚从岸上拿的，边儿都干了。先给我一杯。客栈门口摆，半日后若客人认，我收第一批。哥，这不是风吹落的。这些还没熟透，谁会现在摘？抢不走客栈，就断我们的锅。你家还收不收？哥，明早客栈要货，味儿还得跟今日一样。先别吵，能救的先救，不能入口的，谁说也不进锅。哥，先找人，这就是冲咱们来的。人会找，货先不能断。完好的入筐，明早做青梅饮，供刘家客栈。青稞的没烂进去的单放，剔伤洗净，今晚熬青梅酱。青梅酱，青梅还能熬酱？皮破了不配进青梅饮，但果肉没坏，酸味还在，熬成酱蘸米糕配冷饮，正好做新货。发黑有味儿，女水浸进去的，不收做吃食，一颗也不收。我早说了，许家收果就是挑拣，青商果能卖几个钱？到头来还不是低价收了去。你不是陶溪村的，我走山收果的，哪村不能来？但在我陶溪坡下调伙，得把话说全。你敢不敢等一锅酱出来再说它不值钱？杏儿，回家拿小铜锅、糖、干净陶碗，把分鸡排也拿来。你盯筐，有人想让我们第一锅坏味儿。谁放的？刚才这筐谁碰过？你走什么？我看热闹也犯法。你们许家熬不成酱，还想赖我？你说青商果不值钱，又往青商筐里塞烂果，你是怕它卖不上价，还是怕它卖得上价？从现在起，3筐隔开，完好果、青商果、烂坏果各有看筐的人，谁手伸错筐，谁家的果停验。混烂果者停验。外村收果的，别在这乱摸。酸甜的压得住米糕腻味儿。哥，明早真去镇上先卖，刘掌柜那边还等青梅饮。先送客栈，再摆镇口。我们不先把新货卖出去，明日别人就敢说是他们的。墙外有人探头，我拎棍子过去，跑了。让他看见有关，别让他看见锅。你们抢钱啊！昨日还不是这个价？要就买，不要让后头人。
昨儿后半晌，陈家伙计搬了一称，小罐没了，要等3日。这6罐给刘掌柜，散卖不用掏钱，竹筒盛小份儿，油纸包米糕。陈家青梅酱半价，比许家便宜1半。陶罐买不着了，许川，你若供不上，早些认输。今日新鲜的陶罐留给客栈施工，镇口现吃现卖，米糕蘸酱，竹筒小份，今日吃今日新鲜，先尝，不买也成。还想要？不看谁家，先尝。甜是甜，后头有点涩。这个配膏好，酸劲儿在前头，后头干净，不糊嗓子。陈家的第一下甜，第2分发苦，许家的没那么厚，配米糕顺。掌柜让我看枣时能不能稳。许家的清酸版，配酒娘米糕开胃，引子能接住酸口。6小罐照收，另加枣石组合20份。6小罐，组合20份。半价，再买1罐送1罐。你这罐漏了。这味儿冲！这还能吃了？给我退了！我刚买2罐。烂伤果不能入口，甜能压酸，压不住坏味。陶罐再齐整，里面不干净也会自己露出来。不求多，明早还是这个味儿。粗糖今日不散卖，要买整包另加钱，后头有没有货还得看掌柜安排。哥，按昨日的糖量，1罐卖出去，连柴火都不够。客栈20份，还要倒贴。昨日说稳，今日就变味儿。许家若真有本事，明早还照昨日的甜口送去客栈。许家不是能耐吗？没糖也卖青梅给大伙尝尝。青梅没糖，酸的倒牙。少放糖就是拿客人当傻子，照旧放糖就是赔本撑门面。糖都不散卖了，味儿还能一样？买走糖，不等于买走甜味。哥，你是说用酒酿？少用糖，你自己养出来的甜不比粗糖冲。青梅只取清酸，不让它抢甜。酒酿先滤清，米粒不混汤，酒气就不冲头。不怪，酸在前头一点，后头是米甜，不是昨日那种后甜。这比抹后酱顺口，不护腿。今日新做2样，青梅酒酿饮、青梅酒酿糕，少用糖，先尝后买，不好吃不收1文。不冲，比甜酱水清，孩子舔一口也没皱眉。甜酱吃多了腻，这个倒解渴。再给我1竹筒，路上蘸。给我高蘸那个，比后酱顺，走路带着吃，也不糊手。听说你把青梅酱改了？酱照做，不全改。糖价涨得急，种甜不稳。明早早食里可减一部分后酱，换酒凝膏配小饮。味若散，许家自己撤。明早20份里10份照旧，10份换成酒酿膏配小饮，青梅酱6小罐照送。掌柜，咱们也做酒酿饮，米水谁不会泡？加青梅不就成了？掌柜，汤不甜，反倒有生米味儿。这碗放久了一点，酸了。米甜不是米水，照抄学不来。糯米，今日也涨了，要买趁早，后头怕还要紧。糖刚绕开，米又涨。哥，米若也被人攥住，咱们一样收支。收摊后回村，糯米的根不能全扎在镇上。没买着？不是没米，是不肯照早上的价卖。西作米不拆零，正带走。
要么整袋拿，要么相差一些的。哥，若按原来的糯米量做，明早10份酒酿糕和小饮，赚头全进米袋里，再算柴火人工，他还倒贴。整袋不买，称2升差1等的糯米，价按线下走。哥，差1等的怎么做客栈？先买来试，不是拿明早客人的嘴赌气。白米洗净，泡短些，糯米只取黏，不做满底。少放糯米，客人吃得出来怎么办？吃得出来才好，太黏太甜，早食2口就压胃。白米托底，糯米留香，酒酿清汤吊胃，不靠一口糯死。又换新吃法。这块不粘牙，前头那种香是香，吃多了要喝水。米香在底下，酸甜在上头，倒比满口糯的利索。新做法，白米托底，糯米取黏，酒酿清汤提甜香。明早若用这个，我会明说。味道我认，比原先轻，早时能走。但3日内给我糯米来路，说不清，我宁愿10份照旧，也不把早时压在你家酒酿上。谁家有现成糯米，先报多少，定钱按户计，交米时按成色补齐，不拖全村下水。我家还有半斗糯米，本来留着过节包粽，若你先定一半，米新不新？晒得干不干？新米晒过2日，没炒。记你家半斗里的2棱，先定。我看先别急，镇上陈家酒铺托人带话了，好糯米他们也收，价还比许家高。价高谁不买？家给的是定钱，陈家若现银足，咱们凭什么限定？他们这是故意搅局。高价价2个字最容易说，可他们说米，炒米收不收？碎米怎么算？混了旧米，还给不给哪个价？好米好价，炒米另晒，碎米降价但不压死，没米坏米一粒不收。谁愿意卖高价，也可以去问陈家同样的话，问清了再定，不迟。我家那2成不退，我认，好米好价。这米味不对。有人想让我们的酒酿从米根上坏味。镇上粮铺卖坏米，我现在就去问。我跟爹去，现在去，只能让他们知道咱们慌了。先验，看他们怎么下的手。下面这层不一样，不是整袋坏，坏的压在上头，好些的藏在下面。他们赌咱们夜里赶工，一袋全倒，一锅全蒸。明早糕一入口，客人不会问米从哪来，只会说许家酒酿糕有闷味。许川，我们听说你们镇上买的米坏了。你们镇上米都嫌差，那我们村里的米，明日是不是更要被挑？许家连镇上米都看不上，往后还能看上咱村米？木针写了也没用。问得好，既然怕压价，今晚就把规矩摊开说。第一，看干不干，手抓不粘，不结团，倒出来米粒散开。炒米不是不要，晒干再定。第二，闻味，新米有米香，陈米有焖仓味，陈米不进酒酿，可按粗时另算，没坏米一粒不收。第三，看颜色，白润整齐算好，灰暗斑杂得挑明，碎米另算价，不拿一句碎就压死。第四，泡水看沉浮和水色，飘得多，水浑得快，捞出来再闻再蒸。第五，蒸后闻，酒酿用米蒸出来气裂的气要干净，闷酸霉，进了膏就是早排。哼，规矩越多越好压人。那你说一句，陈家高价收米，炒米怎么收？碎米怎么算？混了旧米给不给那个价？记住这个味儿，明早低一点，都不卖。我家那2零不退。筛，上层坏的，下层能用的，分给他们看。够明早用。许川，刘掌柜让问一句，明早早时能不能翻1倍？大商队天亮过镇，客栈等着开饭。哥，好米只够半数，再多
要么动陈米，要么动潮气没推干净的。不是散客，是大商队，人多脚成疾。刘掌柜说，若许家能顶上，明早就按新价走；若顶不上，我去借，村里总有好米，借得到也未必验得过。好米要洗净蒸，坛子也不够。这不就是供不上吗？客栈那边要是换老酒铺，许家这糕还卖给谁？川子，爹知道你不肯坏米进笼，可刘掌柜那头等着，半数人家能听。糕只能做半数，那不就是少交？坏米进一次笼，客栈门才是真的关死。青衣哥，你回刘掌柜一句，九娘糕许家按好米做足半数，另一半不拿坏米顶。赶路的人吃大糕容易噎，小分糕加青梅饮，清口，走路不压肚。这算接了？算接，但不是照原样硬接。不够的糕我不乱凑，砸许家的牌子，也砸客栈早食。行，今夜这活我看着。这2碗什么意思？左边是镇上粮铺卖给我的应急米，被掺了陈米；右边是验过的好米，今早糕用的是这个。不粘牙，赶路吃不压肚。比客栈里那种厚糕利索，再来2份。限量，好米做完就收，不拿坏米凑。你这摊子一早能出多少份？今早好米只够半数。另一半是青梅饮配小份米糕，不是九娘糕。若我要20坛青梅酱，30坛米酒，你接不接？徐小哥供不上，陈家老酒铺随时能凑齐，30坛米酒，今日就能装车。20坛青梅酱，30坛米酒，许家今日接不了这个数，但许家能接试运批，酱8坛，酒5坛，坏一罐退一罐。封签坛号都在，路上出了问题，找得到是哪一坛哪一日封的。30坛今日备齐，契约现签。徐小哥，商队赶路不等人。就这点货，你拿什么让我信你能走完这条路？